习近平很硬很难谈。那现在很明显，川普上来之后，在跟中国的几轮博弈，并没有占到上风，甚至可以说显得相对被动。最近川普的惊天之语，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还是不动，反正我只要不动，敌人动也不是真的动，假的。中共已进入我12海里领空，台湾所面对这种状况，没有任何动作，等于眼睁睁的看着台湾被入侵。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最近啊，在军武圈最令人聚焦吸睛的，除了美国有办法双航母出动之外呢，全世界上另外一个大国可以双航母出动，并且配有舰载机的，对，就只有中国了。对，理论上来讲，英国也有啊，但它的舰载机数量不够。大家依稀记得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只是到亚太地区执行部署任务，它上面的 F-35B。有一半还是跟美军陆战队借用的兵力，解放军海军在航母编队或大家理解的航舰打击群这个部分，目前它的综合实力来讲，还是仅次于美国海军。全世界有双航母的国家，当然除了美国、中国、英国还有印度嘛。对，但问题都是现舰载机不足啊，编配不完整啊。印度最明显嘛，上次跑到巴基斯坦外海虚晃一招又回家了，因为航母呢很会撞头啊。这张图是去年12月的时候，解放军的双航母演训，气势确实相当的惊人，而且就舰载机的数量、起降的频次，老实讲，这英国双航母也是完全比不上，即便它满配的状况，因为我们也知道 F-35它要回来，它得垂直回来，但是解放军是真的由拦截手回来啊。这个黑机头的是歼15标准型，灰机头的是歼15的改良型，可弹射型的歼15。这个是大家注意到非常细节的部分。普遍说，第8次海试有进行舰载机的弹射，弹射的机种外传的包括有空警600，还有歼35、歼15T。或许也有灰头的是歼15T，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已经在练习弹射版，所以到时候如果要上福建舰的话，飞行员的转换对舰机熟悉的程度，相对来讲又可以压缩到一些时间，可以更快的上轨。这个歼15T 去年珠海航展其实就公开展示在地面所谓的电磁弹射系统，不要以为只有福建舰上面装设那一套，事实上它的陆上训练基地早就已经装设，让飞行员相关的操作，甚至整个系统运作累积相当的经验。我认为它已经过滤掉很多在海事里面所面对或所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中国国防部最新公布的辽宁舰，根据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前2天公布的讯息，辽宁舰这次远航非常远，我们看这张图就知道了。它跑到日本最东边的岛礁叫南鸟岛，这个是第一次最深入第2岛链的一次远航。它的护航舰群包括055型驱逐舰、052D 驱逐舰、054A 护卫舰，还有重要的补给舰一起进行远海长航训练。以往的记录远航的时间大概2个多星期，这次会不会更久？大家拭目以待。这艘是辽宁舰，我们可以看上面的舰载机，目前看到好像都是以灰机鼻为主，就是歼15T， 它改用了主动式相位阵列雷达，就是 AESA 雷达，探测和锁定目标能力，还有多模式的工作能力都更强。它可以进行电磁弹射起飞。我可以看到辽宁舰之外的山东舰这一张图，它上面的舰载机数量，那确实跟刚才辽宁舰相比有点不同。歼15都混编搭载在山东舰上面，舰载机这个部分，它未来更重要倚重的直20，那目前还没有正式上舰，可能是因为目前数量人够不足。据说这是首次中国解放军把2艘航母都放到西太平洋的第2岛链来训练。其实他把它拉在那么远，第一个对日本就是进行一个军事威慑哦，第二个揭示了解放军海军从传统的海岸防卫，它的任务推展到第1和第2岛链之间进行远海的控制，这样的一个作战场景，呼应了之前国防部和美国一些智库所说的，他要控制远海的海域，进行海域控制，配合台海周边海空封锁。而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这几年不管是我们国军的军推、民间兵推列入兵推的一个范畴，显见解放军的航母编队威慑或者反介入这样的能力，未来对台湾进行军事压力。第
第一岛链长期以来维持着斗而不破的状况。第一岛链其实就是当年美国用来围堵共产渗透扩张的嘛。这个第一岛链过去当然有一段时间是有所松懈，比如说克林顿政府希望透过改革开放来改变中国的这个政治氛围啊，所以当时对第一岛链就没那么上心。那也创造了一些两岸交流的一些窗口。在奥巴马重返亚太之前，两岸的关系走到相当好的一个状态。可是当整个政治环境急转直下之后，第一岛链它的重要性就上升。可是这个时候的第一岛链的功能性跟回推到当时要遏制共产扩散韩战时期的功能性就有明显的差异。那现在很明显，川普上来之后，在跟中国的几轮博弈，并没有占到上风，甚至可以说显得相对被动。最近川普的惊天之语，习近平很硬很难谈。那中国崛起跟川普海啸，事实上是美国的实力的全球往内缩，而中国崛起是整个中国实力的往外扩。抗前沿线，它原本是反共嘛，现在变成中美地缘前沿线的第一岛链，本身岛链上的政权也会受到岛链对抗本身的内容有所差异。那尤其是大家知道这几年菲律宾获得的一些巡逻艇或者一些海岸监视雷达、对空监视雷达，那日本人都是出钱又出力啊，大陆方面自然心中感觉到不爽，特别是中菲之间有关都是海上的争议，日本积极支援菲律宾，等于就是对你的对手送枪又送炮，适时的敲打日本，变成这几年解放军经常做的事情。军事的冲突之前，人类会相对理智的去寻找一个政治的解放，避免军事直接冲突之前。那第一岛链的变化就很明显，是各个国家有自己的应对方式。其实台湾在去年的时候已经给出否定过于反中的一个路线，所以在国会里面出现了民进党大败的状况，但赖清德并没有屈服，他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也就现在的大罢免嘛。可是这种冲突在台湾就具体而呈现了，就如果继续走赖路线就是抗中，那如果反赖路线就是缓中。我们从军事的角度跟地缘政治角度就可以看到很清楚，第一岛链的这个变化，美国事实上就目前就是往后退。对，为什么双航母会出现在日本的东侧？第一个，你缺乏了意识形态对抗的支撑；第二个，你缺乏了实体国力的支撑；第三个，对方国力已经外溢出来了，所以自然而然变天了。所以第一岛链现在其实最大的刺头是像民进党。为什么解放军把航母放在这？为什么中国把航母放在这里？我觉得两方面，你日本如果跟我好，这是你的底气；你日本如果跟我不好，那这是你的压力。做一个综合的解析，我的感受是这样。2025年是解放军海军重要的一个年份，有人称之为元年。解放军海军进行远海前所未有远航训练，今年他还远航到澳大利亚，在澳洲东岸还进行实弹操演。所以你从这个态势就可以知道，解放军海军今年是多路往前推进，强调解放军积极针对武统台湾做一系列的准备。美国在国防这个部分，除了它的预算持续上涨，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一个水平以外，拿得出手的实际作为来讲，美国这种收缩的态势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美国其实低估了中国大陆，它反制美国一系列科技制裁、科技竞争它的威力。如果从源头，你的原料就被卡脖子，你这些订单如何定期交货？先进的战机，如果稀土问题、供应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那一切都是闲扯淡。在中美博弈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国家跟国家之间比拼的时候，我们在谈军武啊，真的是绕不开地缘政治啊、经济战斗上面。现代的战争跟以前战争很不一样，现在科技因为太发达，什么东西都牵涉到非常精密的各种材料的应用啊。对，你看到中美在博弈的时候，有一些鹰派的人就幻想说中国到底会不会跟美国开干？那就光现在一个稀土制裁就搞得你哀哀叫，这样下去对美国你整个盘算下去是得是失，真的很难说。最近日美台重大兵推啊，这关注度相当的高。据说兵推的第一天，共军12海里台湾组没发出第一击。这一场呢，有9位上将、8位中将的参与，中共已进入我12海里领空领海啊。台湾组面对这种状况，没有任何动作，等于眼睁睁的看着台湾被入侵。这就说明了，事实上我们一些传统的弱点没有解决方案。那我们国防部这边就是不承认也不否认，你这样的一个鸵鸟因应作为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因此，中共发出了几种对台实施压力的方案，包括进入12海里，还有扣押或者逼迫相关的液态瓦斯船航向大陆的港口，就等于说切断你的能源来源。而第一天的兵推，其实台湾组这些的一个作为没办法提出有效的因应方案，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因为就现阶段来讲，好像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作为可以实施因应。特别是我们逐渐得到一个印象，就是面对解放军和海警船在台湾周边
边海域这么高频次的巡航，事实上已经把我们的海军和海巡署的船操得人仰马翻。不只是你的相关的训练，你相关的船舰的维修保养，多多少少都受到大的影响。那之前就发生过，原本现在要进行对庆或者什么开放或恳亲这样的一个活动，临时被召去取消休假，要紧急执行战备任务。这就代表了海军现在面临这种解放军船舰在周边活动所带来一个任务压力，确实影响了日常这种正常的训练休假，更别说我刚才讲的船舰的保修保养，这个一连串影响，我认为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说，过去几年我们国军在应处对岸的军事的压力，它没有这个相应的实力。在你没有相应的实力的时候，那你必须在政治上避免被对岸找到控制。但我们现在做法是反其道而行，对，我们就是对岸越强硬，我政治越强硬，对，但是我军事越软弱，对。那讲好听叫冷静嘛，讲难听就是啥都没做嘛。对，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还是不动，敌再动我继续不动，反正我只要不动，敌人动也不是真的动，假的，这是太荒唐了，就根本你没有应处方案。那到时候真的要发生冲突的时候，请问答案是什么？答案我认为还在研拟当中。但就目前中国大陆的整体国力的发展，还有它军事增长的状况，我认为对于美国实施这样下决心，那干预台海难度会越来越高。